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肖战新电影预测票房20亿，正午阳光这次真赌对了。11月26日，一部尚未上映的电影因一句目标20亿票房而迅速登上热搜。乍听之下，有人觉得这是宣发惯用的豪言壮语，但当你看到背后的制作团队，正午阳光首次进军电影圈，肖战担任一番主演，导演孔笙与编剧蓝小龙时隔15年再度联手，这份底气似乎也不是空穴来风。然而，去年春节档那些被寄予厚望的影片也有不少以黑马姿态入局，最终却跌得悄无声息。如今的市场越来越现实，观众不吃流量噱头，也不再盲目信主旋律光环。那么德贤景致究竟能否靠实力杀出重围，还是会成为又一场被期待裹挟的泡影？数据不会骗人，点映平台想看人数破50万，官博没发一条动态就吸粉20万，这热度都快赶上顶流演唱会了。但电影圈可不是饭圈，光有流量能撑起票房吗？咱们今天就得掰扯。正午阳光这次可不是玩票，而是铁了心要在大银幕上扎稳脚跟。你想想，他们做电视剧是什么水准？琅琊榜、欢乐颂哪部不是口碑播放量双爆？但电影和剧集完全是两码事，投资更大，风险更高。正午敢把宝压在德贤景致上，说明手里肯定有硬货。导演孔笙加编剧蓝小龙，这组合上次合作还是15年前的《生死线》，豆瓣评分稳在8.7以上。业内人一听说他俩再度联手，直接就把这片子划进了年度必看清单。更别说总制片人侯洪亮和监制韩三平了，这阵容简直是国产片的天花板级别。电影筹备了9年，原名《命运谷之决胜宜昌》，光剧本打磨就耗了这么久，摆明了是要走精品路线。现在很多电影为了抢档期粗制滥造，但正午这套班底最擅长慢工出细活，光这点就能甩开一堆跟风片。题材上德贤景致玩的是小人物抗战的路子，听起来好像不新鲜。但你别急，它可不是那种狂轰滥炸的主旋律大片。故事背景是鄂西会战，分3幕讲南京沦陷，宜昌失守到石牌胜利，可镜头全对准了肖战演的前公莫德贤。一个普通老百姓怎么在战乱里从逃亡者变成抗日领头人？这片子弱化了大场面，重点刻画人物细节，比如老百姓用农具改武器，辣椒粉当烟雾弹这种接地气的桥段。蓝小龙最拿手的就是把历史拍出人情味。之前的《生死线》也是靠小人物视角拿下的高口碑。现在主旋律片满天飞，但观众早审美疲劳了。德贤景致如果真能拍出乱世里的匠人精神，说不定能像当年的《我不是药神》一样，靠共鸣感逆袭。演员这块，肖战是一番主角，搭配段奕宏、廖凡、祖峰这些戏骨，肖战的流量优势明摆着。微博话题阅读量100亿级，粉丝打榜能力能直接把预售票房推高。但问题来了，他上一部电影《射雕英雄传》春节档扑街，被嘲流量失灵，这次压力全在这片上。不过正午选角向来稳，他们能连续和肖战合作电影加电视剧谍报上不封顶，说明试戏时他的表现肯定过了关。段奕宏和廖凡这些实力派，可不是来给流量抬轿的，他们的加盟能拉高影片质感，吸引中年观众群。
现在电影市场最缺的就是破圈作品，光靠粉丝撑不起票房。但如果演技派和流量派能互相加持，那票房基本盘就稳了。市场环境对德贤景致也挺有利。11月档的《狂野时代》口碑崩了，《鬼灭之刃》和《疯狂动物城2》都是动画片，受众有限。12月本来就是冷门档期，竞争小，好片子容易冒头。业内流传这片子制作成本近5亿，属于工业级大片，特效和场景投入不会含糊。票房预测20亿不是瞎喊的，参考去年同档期战争片《长津湖》拿下57亿。虽然类型不同，但说明主旋律加优质制作仍有市场。不过风险也有，比如观众对流量明星的偏见还没消，万一肖战的演技被挑刺，可能影响口碑发酵。另外，正午第一次拍电影，能不能把握大银幕的节奏感也是个未知数。电影圈总说内容为王，但德贤景致偏偏要证明配置也是王。从筹备到选角，这片子每一步都踩在行业痛点上，观众骂流量片烂，他就拉来老戏骨镇场；观众嫌主旋律假大空，他就聚焦小人物真情实感。就连宣传都玩低调，官博悄咪咪开号，反而勾起全网好奇。但现在最大的悬念是，这套顶级配置到底能转化多少票房？20亿的目标意味着要超过《流浪地球2》首周成绩，这的靠路人盘而不只是粉丝。毕竟，电影院里坐着的可不只是举应援牌的姑娘们。德贤景致从立项到制作，再到如今的讨论度，都让人看到国产战争片正在尝试走出新的路径。它没有盲目堆砌大场面，而是回到人物身上。它没有高调造势，却引来全网关注。它不是流量电影，也不是传统主旋律，而是一部试图融合商业与艺术、情感与历史的作品。至于20亿的目标能否达成，最终还得交给电影本身和走进影院的观众们。你认为这部电影能成为2024年至2025年的国产片黑马吗？功劳会属于肖战、正午阳光，还是整个团队的默契协作？欢迎留言一起讨论。